Bonjour，欢迎来到帕诺玛台北店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讲座，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追好追满环法每一站。好，那我们很高兴大家来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座。我分享会了，我大概准备了60几张投影片。我们今天大概有2个小时的时间嘛，2个小时120分钟，60张投影片。好，这样子一张投影片要讲多久？当机中，你不要当机中就好了。过来，这你的位置，这你的位置，是 C 位，对对对，多好一点。好，当机中。好，坐。可以借我喝一口啊。来，这是我今天的 outline， 就是我们环法现场观赛21站分享会。哦。如何现场看完环法21站？这个是我相信大家今天来最主要想知道这件事情。然后环法21站每一站的观赛故事，然后最后我会有心得跟 Q&A。那我如何现场看完环法21站？首先我们要大胆假设，假设我可以看完环法21站，大胆讲。那要小心求证，我们并不是说乱弄乱搞，所以我们要小心求证。小心求证就是要有一些事前的准备，包含这些观赛期间我每天的行程，然后观赛期间遇过的麻烦，这边我会讲，然后看完环法21站要花多少钱，这个是大家很 care 的东西。对，这个没有投影笔，没关系，我用这个，这个还有一个功能抓痒用的，不要准备投影笔用这个当做指挥棒。所以我们来大胆假设，首先看完环法21站，这个是很大逆不道的假设，大胆嘛。当初我跟Simon 跟 Terry 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觉得很大胆的一个事情。然后左成伟学长，他还没来，他一直问我说：“企划书到底是什么？”我就写不出来企划书，我就说我要看环法21站现场看。对，那我只跟左成伟学长讲一句话，就是我叫邱敏杰，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就靠反应敏捷来应付。因为21站真是太多，如果我现在写说我第1站要干嘛，第2站要干嘛，还没去，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那就是这个旅行好玩的地方。那我们就大胆讲，小心求证。等一下我会一一介绍。那我们来看下一页。事前准备，我们到底要准备什么？不能说我要看环法21站就来弄21站啊。那我的判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会车速。车速能力睡在车上，车速能力呢，我们来举这个 model 来当示范。这个是我阳明医科的学长郑明正，他今天没有来，我也邀请他来，他今天没来。这个是我在环法期间大概就是睡这个样子，这个就是台汽车，大概1800cc 的大小。那车速要怎么弄？我准备了迪卡侬自动充气床垫，在那边。对，这个下面的充气床垫，帮我展开来一下。你先忙一下，先帮我展开，示范一下。这个枕头也是我带过去的，不过这个枕头还好，可以去到再买。你用个空碟，你展一下，你慢慢弄弄好了，不是把它打开来。我们等一下示范一下。车速我看起来就是要睡车上就好。我们只要有会睡车上的能力，我们去到法国就好搞定。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车速能力，要有睡汽车上的能力。那我们再来看，这个是今天单车阿贤李冠贤他的 FB po 文。他说怎样？他需要比较小。我需要安静的休息空间。看的环法的小邱前辈的车速，让我想到都花这么多钱租车了，就是他睡汽车上，因为他住在宿舍很吵，有些日本小朋友会吵到他，所以他就去睡汽车上。所以阿贤也会学会车速能力，包含我的好朋友苏玉文学长，他跟老婆吵架之后呢，也要去被赶在汽车上睡，所以我们车速能力也蛮重要的。有时候可以在家里也是睡汽车上。这个迪卡侬充气床垫3000多，我蛮推荐的，不错，把它放地上。对，因为这个可以再充满一点啦，它这自动充气的可以再用嘴巴充。好，大概放一下，好，对，来，用我表演一下。
这样。蛋黄哥，哦，所以这边再快点，意思意思啦，这地方哦，对。这个艳红他也有一个车速能力，啊，他也有车速啊，跟你学对，这场地有限啊，我们本来想要表演蛋黄哥的，这拿旁边，好，这个结束3秒钟，这个我故意带回来，这个有，我看起来就是有这个床垫，我们会睡汽车上，不是说要节省民宿费，当然住宿费可以节省，那可是我们行动力就会很强，哦，开到哪里睡到哪里，比如说那边就可以睡了，你停在那边就可以睡了，你停在格子里面。就没人吵你，就没人会管你嘛。停在格子里面，哦，一般小车基本上就可以睡，哦，所以我在环法就是这样，就是会车速才有机会追满21站，不然你要订民宿干嘛的，有时候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当地的民宿都会留给工作人员，留给选手，那我们就会没得住。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有练过车速能力，我个人呐就有练过车速能力，所以这个是我的武器嘛，我个人一个武器，包含。就是我个人可以在台湾1个礼拜都不回家，对，有家庭没温暖，1个礼拜都不回家，都睡外面。哦，包含车速能力，我觉得对脚踏车而言很重要。为什么？比如说你们明天要骑武里，假设明天要骑武里，你今天开下去埔里，你就睡车上，然后明天4、5点就可以骑埔里到埔里，然后这样回来。哦，这不是就很方便吗？不要那边订来订去，订饭店，而且你订饭店也睡不久，很快就要走。好，所以我们大人事前准备，我认为最重要就是车速能力。哦，这个我本来就会。然后我去法国我就带这个床垫就好，其他的可以买。哦，棉被我就带棉被没带到。哦，迪卡侬枕头这个收起来，这边小小的。好，这个也可以，当然你也可以去买，枕头也不是重点的，重点是那个床垫。好，这枕头带过去。来。所以我们还要怎么准备？哦，睡在汽车上能力，再一个武器就是自己的脚踏车。我认为这2项就够了，就是车速加脚踏车。哦，如果未来各位想要在现场看环法，当然你们不可能像我吃饱太闲追满21站，哦，要追满7站、3站、5站都可以，就是有这2项武器，我认为就够了。哦，追环法的交通工具呢，就是我看起来就是这样，汽车当然要靠开汽车移动。然后呢，再加自己的脚踏车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欧洲开汽车很麻烦，在法国开汽车很麻烦，那个路都很小条，然后停车也非常麻烦，也很贵。那所以在法国骑脚踏车是真的是很方便，所以他们骑脚踏车、滑板车都很方便。所以我们汽车是进行长距离的移动，然后再靠脚踏车打游击战。然后呢还不够，还是得走路，因为有时候你要短兵相接、近身肉搏的时候，那人真的太多，人多让你们无法想象。哦。就要走路，走路的闽南叫保刃嘛，对，保刃哦，就是要用11号动作。所以走路的话呢，那当然要布鞋嘛。那当然我就不用布鞋，我就赤脚啊。哦，当然你们好，如果你们不会赤脚走路的话，那你们就要带布鞋。带布鞋什么意思？我自己的脚踏车，我骑脚踏车，我就要带一双布鞋。哦，因为到了终点，哦，到你要走路嘛。然后这个。自己的脚踏车呢，哦，还要加锁，来锁，这个锁是在法国买的，这个大概1000块。我公路车龄骑了17年，哦，也没有锁过脚踏车，在法国就锁。哦，这没办法，因为大家都锁脚踏车，你不锁很异类。那法国人的观念就这样，就是说你东西不锁就是不要，这是法国人的观念是这样，他的观念是这样，所以你不锁，那脚踏车会牵走，他觉得你不要了，哦，这个锁。那大家都锁，你不锁，那好像是很欠干的样子。所以这个要讲这个锁，啊，这个锁我留着，也许下次去还可以用到。它就锁在路边的一个条啊就可以了，加锁。你在走路前你要把脚踏车锁好，然后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走路，好，再去看更细的部分。最重要就是这些东西，最不重要的是什么？哦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那这是最不重要的，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环法，因为如果你很 care 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那抱歉，那没办法哦，追环法哦啊，这个我不行，那个我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行这样，因为我们目标是环法。就像我跟叶红讲说，他可不可以在路边洗澡？他说不行啊，我不要，那好冷。我老这样讲。哦，不行，我们真的要有决心，因为他就说出来，他不是一个这么好做的事情。
好，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我们要跑一遍。譬如说我在法国就吃了很多可颂面包，哦，那吃的很不习惯，哦，那个我们必须得跑一遍才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。哎，我观赛期间每天的行程，基本上你就是照表操课，好，照表操课，然后就可以看我20站，基本上就这样，哦，基本上。然后我看一下我每天在干嘛哦。4点以前通常是没什么事的，平路站，这是平路赛，我等一下有个山地赛。4点以前就没什么，只要我们往下看，4点以前就是自己找事情做，哦，要么就是在终点附近骑脚踏车，平路就随便骑，然后晒衣服，哦，晒衣服就这是我发明的方法，就晒在骑车车里。哦，你不觉得这样子晒一定会出问题吗？会吹走啊？我有压水啊，是会忘记收。我在最后一天就忘记收了，这件就不见了，这件我很喜欢，这件不见了，这件 Essential 车又不见了，最后一天累了，哦，那天没有压到水，没有你压水你开，哦它会掉下来你就知道，哦那天没压到水它就反正就不见了，哦有风险，不过没办法，哦这晒衣服，然后呢重点工作时间就是4点之后我就会开始看比赛动线，哦集团要怎么走，大家会怎么安排，怎么挡路，那我就去找比赛动线，然后5点到傍晚5点到6点，集团就来，好，集团进来，那我当然就工作了，开始进站，集团进站拍摄，好，如果对，或是看比赛，好，那最重要的工作时间是这一段是最困难的，6点过后结束了，曲终人散，散场电影之后，我就开始要做事了，因为我要开汽车移动到下一站的终点。那不能开错终点了，在错误的道路奔跑也没用，对，不能开错终点嘛，要一直确认再确认。哦，下一站，哦，我今天第3站完，我要开到第4站终点，我不要开到第6站的终点去啊，那你开错终点。哦，那要确认的方式，我用这个方式，就是用那个 Strava 的，大会都公布 Strava 路线，哦，这是我的 GPS 位置，哦，你打开了，这是 Strava 的功能，你就看看你离这条橘色的线多远嘛，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在往那个方向移动。哦，比如说这个举例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人就在这边，这条橘色的线就是比赛路线啊，我就确认是比赛路线了，所以我待在这边就是确定集团就会经过。哦，这个传发他们都有官方公布那个 Strava 的可以下载。哦，不能开错，或是说用这本书、这本杂志。哦，当然环发有它的 APP 啦，有它的 APP， 只是说有时候法国网络会不好。哦，譬如说它有第几站的地图，哦，第几站地图终点是在，这终点练一下 ，Saint Larry Solent， 对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对，就不懂，反正就随便输入一下，这就是至少你要看到哦，这个它法文我们都看不太懂，不过就是至少有纸本可以参考。哦，我们要开到下一个终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，包含我个人最关心的，就是洗澡问题。法国的高速公路休息站大部分都可以洗澡，哦，洗澡，因为它法国的高速公路很贵，它的收费很贵，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可以洗澡。所以我洗澡问题，工程最浩大，我一天工程最浩大就是洗澡，好，搞定洗澡我就没事。哦，你弄了一整天，你当然想洗澡嘛，好，去休息站洗澡，洗衣服，洗澡就顺便洗衣服了，哦，当然衣服就只能随便洗啦，就只能赶快就加个味道，洗发精的味道就好了嘛。因为你如果要用洗衣机洗，就是要找洗衣机也很麻烦的，也不是说你想有就。因为我们刚才有说过嘛，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最不重要的事情。哦，我们至少甚至不洗澡也没关系，甚至啊，哦，最困难的情况下。不过我的经验，我是每天都有洗澡，啊，毕竟我个人卫生习惯比较好一点。哦，洗衣服，在休息站洗澡洗衣服，买食物加油。哦，这个加油也是要蛮重要的，因为我曾经遇过，差一点开到没油，真的是很惊险。在高速公路嘛，错过一个休息站，错过了，因为不小心错过了，再离下一个休息站40公里，那油表也剩下40公里到下一个休息站，怎么办？就是要善用我们脚踏车学到的，就是吸在连接车后面。风
公尺变小嘛。他开90，你就开90，你不要去超他车，因为你快没油了。哦，这省。我真的是开到尿滴了2滴出来，在高速公路上没油，那不知道会怎样。哦，那这很惊险，所以我后来一律就是每天把油满，管他的，就是满。哦，不要在那边哦，等到油箱快底了再加油，这样是很危险。然后呢，去到下一站的终点附近寻找车速地点，因为我大概12点到，那我们得寻找车速地点。哦，那为什么我不隔天再去？隔天再去就是有它的，反正我就先去嘛。如果发生状况，我还有超过半天的反应时间嘛。哦，就这个是我的判断。那我会看到下一站的终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毕竟终点还是最好看。我当然也可以偷懒啊，我就在一半等，一半是最简单的，哦，或甚至起点是最简单的。你起点，他中午12点出发，出发哦，再见，那你就没事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完全可以 shift 到中午，哦，中午就开始下班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在移动。可是终点还是最精彩。那为了反正我们既然都到了，我们能力有够的话，我们就认真一点。所以我几乎都在终点附近。对，哦，万一有什么状况，我们还有半天时间反应。来，3D 赛的行程是这样啊。3D 赛行程跟平地赛行程差一点地方，就是说我要骑脚踏车，因为它3D 赛有时候它汽车开不到坡顶。哦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带脚踏车去，因为如果没带脚踏车，你3D 赛你要走很远啊，跑很远了。哦，他前一晚甚至前2晚就挡了，对，你晚上到他就说，不行上去，明天才要比，他晚上他不给你上去了。哦，那你要走10几公里的山路，假设你要到终点的话，哦，那很累嘛。也许你走1站可以，你每天这样走会爆掉，所以就要带脚踏车。哦，带脚踏车那当然带脚踏车就简单了嘛，我带脚踏车我就骑10几20公里骑上山。哦，这是其中一站，第17站倒数第2个登山点。哦，有谁骑过环法登山点？靠过去哦，靠过去哦。哦，这个登山点，哦，你把脚踏车带去追环法，你就可以这样凶你朋友。你有骑过环法登山点吗？包含我昨天那录影片我就讲嘛，你没有骑过环法登山点。哦，它这个拱门中午就会设好，哦，你就是冲过去。不管快不快，就是舒服就对了。好，这是真的是值回票价。这个呢，这个他那时候一直带，中间这位一直带。右边这个家伙他骑第3只，他剪尾刀。他看了终点，他就剪他尾刀。我骑了第2只嘛，他是第3只。那我当然比较油品一点，我就不要剪人家尾刀。骑到终点就说good ride。哦，基本上就这样，你就去交个朋友，就这样good ride， 他也会觉得good ride， 哦就行，大家交个朋友，哦不分国籍这样，哦当然他也会去干掉他，你为什么剪我尾刀？反正大家就会好朋友这样，骑到终点，骑得好，哦，然后就聊聊你从哪里来的，哦这个感觉是不错。在骑之前呢，就是要近身肉搏，短兵相接，因为他人真的很多，超多的，怎么讲？就是我现在都有讲嘛，就是 never stop 9650，或是以前的9650，你们50怎么跟人家挤？他每天就是这样跟人家挤，每天哦，龟缸没有，你要这样搞上去，又汽车又脚踏车，就是他跟人家近身肉搏，很奇怪，这样子我没看过摔车，大家就是乱中有序，也不会摔车，奇怪，就是这样弄上去，人很多，就感受那个气氛是很好。所以3D 赛的话，我是得骑上去，有时候运气好可以停到坡顶，有时候不行，那不知道要看状况，当然我不能说，我真的是很棒这是环法都超棒的，没有遇到什么问题，不可能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尤其我们去欧洲真的是乱七八糟的，所以我必须得说遇过很多麻烦，那遇过麻烦这都没关系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的是这个英文叫 risk control， 我们一定会遇到麻烦，可是我们去控制它，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行程？希望不要。就像各位出去骑车，难道说，我骑车都很棒，都不会遇到爆胎，就不可能嘛，都不会遇到摔车，都不可能。那我们去控制它，用经验，先用经验去避免。遇到了也没办法，遇到就遇到，那想办法解决。遇到最大的麻烦最难过的事情要弄丢东西，我的行李箱不见了，因为我行李箱我就放在我睡觉我车速嘛，我行李箱放在车子外面，没有锁。不要的。对，我一睡觉起来，行李箱怎么不见了？
我是傍晚6点睡觉，因为昨天晚第6站很累嘛，下一站第7站不太移动，1个小时之内可以到。那我就想说，我就先睡一下，行李箱放外面。啊，一睡起来8、9点起来，行李箱不见了。哦，行李箱一不见，我真的是如释重负，因为我可以不用再搞那个行李箱。因为行李箱每次要搬上去搬下来，因为随机车速你就行李箱放外面，跟脚踏车放外面。好险脚踏车有锁，脚踏车有锁，行李箱没有锁，行李箱没拿着。那行李箱里面有些什么东西？礼物，其实礼物会更多的。那因为第6站，那一些礼物被拿走，那没关系，第6站那我就再拿多点礼物。好，备用卡鞋、备用安全帽不见，好，球鞋不见，因为球鞋是我搭飞机的时候穿的。哦，反正我也没穿鞋子。哦，所以 risk control 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追环法21站？没有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就继续追。所以我没有 FB po 文，我到了这边才公开给大家。哦，你们是得到第一手的消息。哦，行李箱不见，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就是欧洲真的要锁。那我个人就是不喜欢锁东西，哦，因为会锁到我自己。我家里的门也没在锁的，真的，我家里的门。好，欧洲真的要小心点。好，这是我学到的经验。好，然后我还弄丢了一件 PNS Essentials， 就刚才讲过，因为塞在汽车车底。好，最后一天累了，直接开了1个小时，我靠，不见了。那也1个小时，因为1个小时就不想回去拿，这就太远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也是我们可以 risk control。那弄丢了行李箱怎么办？哦，我特别要把这个我学长，我阳明医科的学长郑明正，好 tag 一下。他是去跟法国的环法团，然后他们住这个 Welcome Hotel。那他中间期间，我在追环法期间，他都有跟我联络。那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行李箱不见了，我说那你学长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带东西过来？他也很阿萨利就可以，所以他帮我带了行李袋，哦，折一折行李袋，我家刚好有行李袋，哦，他帮我带过来。我就不用再买了，因为法国的行李箱一定是很贵嘛，不一定好用。我回来可以再慢慢买。哦，所以郑明正学长，哦，感谢他，他帮我带了行李袋过来，我就不用再买，还要帮我补上球鞋，然后他也都没问。好，然后当然就这件衣服，这个是 Essentials 的这件衣服。好，那还遇到什么麻烦？当地的流氓一定会他看你好欺负的，一副菜味啊，一副菜味。我 FB 就有碰到，我第1站我去到那个 Rimini。这2个流氓就来了，就说：“来，我们去巷子里面讲。”他就叫我去巷子里面，因为我开车嘛，我开车，他就带着我。他说：“好，那我跟你去巷子。”我就当然假装跟他去，他关进巷子，我当然就直喷走，赶快喷走。对，这没办法，他一副满脸刺青的样子，他一定是要找麻烦，而且我这个人有点病，身上没有现金会不太舒服。我带了10几万。台币的现金，对，这是对，不对了，不应该带这么多现金啊！反正我带现金太多了，哦，这有点危险，有摔车，小摔而已，因为欧洲很多那种是高低落差，哦，大概就是跟小熊那次摔一样，那个环台赛第2天摔的一样，小摔而已，哦，没事，哦，被荆棘刺到脚，因为我都不穿鞋子，欧洲的草很奇怪，都会很多刺。对，所以这都小事情啊。被贩卖机吃钱，被吃很多。欧洲贩卖机都被饮料的贩卖机都还好，重点是那个高速公路的贩卖机也是吃我钱，太过分，吃了600、700块台币。对，没有涨。那在高速公路嘛，算了，走了。哦，这是我们会遇到的事情，是不可能顺利。哦，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狼狈不堪。有些甚至觉得自己像过一些老鼠人环法，这没有办法，这个文化不一样。哦，可是我们因为世界最顶尖的赛事就是环法嘛，我们得去看。但没办法啊，如果有人欧洲手，可能会混得好一点。那我们下次去也可能会混得好一点。好，看21站要花多少钱？25万。25万。对。列在这边了，其实不会很贵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睡在区的上，节省很多。不然你住1晚，台币要3000起跳，包含这个 Welcome Hotel 海景第一排，15000一个晚上，房间没有很大，哦，15000到2万，哦，所以他们的法国的团费比较贵，这没办法，1分钱1分货啊，当然就是住起来很舒服。那问题是说。他就没办法看这么多站，因为你住饭店了，你只能
停在尼斯啊。哦，如果我们要看多站一点，就是得睡西日上。哦，生活费就这样，租车还全险。哦，就其实没有这么贵啦，因为我们会车速，我们睡西日上。看完吧，我看起来一定要车速，不然你很难追。如果你要追很多站，你如果只要单看一站，当然就不需要。那你要追很多站的话，就会睡车速，车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环法21站的故事。我们就一站大概就是1张到2张投影片，一站2张。我们第一站，遇到这个滴滴 Safe 的嘛，这个是我昨天影片有讲。第一站我就遇到他。然后这是我第一眼看到环法前第一次，这就是第一站，这我昨天影片有讲嘛，第一站。这个两个，这个是Romain Bardet 那一队，这么2个同队，这是第一嘛。我看起来这台这种车子蛮理想，它这也是租的 ，rent a car， 他租的，开起来可以睡2个人，租这种车应该是不错，没办法洗澡啊，不过就是睡这样，不会太大台，也不会太小台。所以这个滴滴，他70几岁，他都可以追完21站了。他的工作就是看完吧，他的工作对他都可以看完，所以看21站说在难度比想象中高，当然要有时间了。那对法国人而言，看21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，大概就是跟你去环岛了，是这样对我看环法21站，对他们就是这件事情。好，第二站这个是我影片。我之前有上过这影片嘛？这个，我在骑车，我骑车视角，这看出去这傻小。你们有人骑脚车骑过这样吗？很多疯子啊，很多疯子，真的是很多疯。这个你就可以想象成你昆阳到武岭最后那2公里，一堆人在那边，你要拨着前进，对，我许愿呐，我们昆阳到武岭段，也许大家持续封单车的话，也会出现这个状况，你带脚踏车去试骑，我印象最深刻的环法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这个画面，那时候觉得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对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旁边都是人，而且那些人呢经不起撩，你这样子一撩，他们就对，经不起撩，因为都是疯子啊，疯子怎么经得起撩？好，第二站，再来是第2站，这是 Jonas 嘛，这是普卡乔嘛，这张照片重点是什么？Jonas 跟普卡乔吗？不是啊。都是你啊！重点是我身上的这件衣服，对，那个 Simon 穿的那件，Simon 台北 T 还有存货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存货，这个台北 T 还有存货。今天有优惠哦。今天有优惠啊，今天有优惠。对，这个台北 T 这个是你在今天有你的套餐啊，大家可以询问一下。好，今天结束完有我的套餐，那我会负责结账。我负责帮你结账，对，交货，把我的套餐交给你。对，这个当然 ，Jonas、林格狗跟普卡卡他们就像无法分手的情侣，彼此量子纠缠，牵扯不清，勾勾底。你现场看真的就是不一样。你看过 Jonas 跟普卡卡量子纠缠吗？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我看过。好，你去现场看，真的就是可以看到这件事情。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不看电视？看现场它的价值就是这边。当然，能力就是没办法去，当然就看电视。我们去就可以看到无限的可能。这个它是要绕2圈，这是第2圈。第2圈普卡卡先攻击嘛，然后 Jonas 追上去，然后就甩不开。这个如果你们有看比赛，应该都知道。只是说这个就是现场看到的情况，就这样。好，第三站是平路赛。平路赛这时候我们以为 Cavendish 会拿35胜，那时候在这里，然后后来摔车嘛，那个 Germain 拿到单站冠军。那终点前会长这样，大家就知道，这个是电视转播，
好，大家某个角落啊，这我看到某个角落，大家都在看，哎，多年前，好，大家聚精会神的看转播。有黄色袋子的都是工作人员，哦，反正无论如何，反正他们就在看。有些小朋友，哦，不是工作人员，反正就大家在那边看，哦，谁会赢这样子，很紧张，很刺激的。来，第一次看到近距离看到 Jonas 一个狗，哇！对，抱歉，来，啊，对，忘记考试了，来 Jonas， 来，冰哥哥拼一下。太难了吧！妈的发哥，我昨天影片就有讲，我昨天影片有没有讲？有。VINGARRAD VINGEGARD 是吗？这样拼吗 ？VINGEGARD 为什么背得起来？为什么？因为路上都是冰哥哥。我骑就是高山站嘛，一直骑，在路上很多人那 Podcast 什么都会写嘛，MVDP 也会写，哦 ，Martin Brennable， 路上一直看很难背，我本来也背不起来，一直看，背起来了。冰哥哥，好 ，Jonas 冰哥哥，这他在踩训练台，哦，你可以看到他踩训练台，他踩训练台呢，在那边踩的，跟叶红现在在这边踩，有差吗？差多了。这个懒觉跟鸡腿根本不能比嘛，对不对？顶尖的选手跟我们乡民踩当然就不一样哦，他们就像动物啊，他们踩，然后一堆人在那边看，真的就像动物，然后一堆人在那边看我，所以他们都不太理人，因为理不完啊，很累。对，理不完。好，他们这个拖档都是喜欢训练，这我看起来是这样，平路站要看这个，我看起来平路站不要看终点冲刺，因为第二个终点冲刺很快，时速70看不太到，好。那我们看人家彩台啊，好，看彩台，这很近啊，也很难卡，平路站人太多，哦，所以看到那个 Jonas， 这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 Jonas 英格狗，然后他们彩台会有电风扇，这个电风扇是无线的，都是无线的。第4站，哦，第一次高山站。啊，它不是Mountain Top Finish 啊，可是我们就移动到阿尔卑斯山脉。哦，你看又有这种人了，从我脚踏车看出去的地方，你那边骑成这样啊？哦，阿尔卑斯山脉真的是美如仙境，很漂亮。那你整路骑上去就一直会有人在跟你玩。哦，这个是最后一个坡顶，哦，我们坡顶骑不太上去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普卡恰在那攻击，他在这个攻击，然后 Jonas 大概差他10几秒，然后下坡 Jonas 追不回去，然后普卡恰就甩开，然后拿到单站跟穿上黄衫。好，这个我应该没有讲错，就这样。啊，这是一个意大利的某个女生，就很多人呐。你这个时候通常也只能走路了，那你卡鞋一直走绝对会坏掉，所以我们要要带鞋子。第5站呢 ，St. Barbara。应该是，这是第5站，应该是 Cavendish 在这边拿到第3殊胜。哦，在之前早上的时候，就村庄里面的大师，那个小镇里面大师都开始有一些园游会摊位。我在干嘛？他们就是一个脚踏车，你踩一踩，然后可以打果汁，你就可以喝。对，真的这个果汁，对，他们很多吃桃。那为什么我要去踩？因为我口渴了。在法国要喝果汁很贵啊，很贵。哦，口渴了就喝有果汁。好，第5站这张图就是。我是个戒指而已，我是个戒指。好，当然第一次进去联盟这个要碰运气的，因为这一站过后他们就根本戒备森严了，这站过后就没机会了，错过这一次今生难再有。啊，跑开就走过来啊，不要，我不要，那抱歉你没有了。当然就是赶快下去嘛，管他的。那我下去下一秒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被保安推走。
真的被保安，他被这个有没有看到这只手？这个就是他们车队的工作人员哈。下一秒他很壮，然后就把我推走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拍了这张照片有。对，因为没办法错过这一次今生难再有。他根本就是天王嘛，天王等级人物哦，你要想办法接近他有难度。好，那我们把握机会。这个是277的老板帮我拍的，277老板他有去追击战，哦，那天就刚好遇到他，在这边。哦，现场应该都投开下的粉丝吧？来第6站，哦，这个是平路赛冲刺那个威根拿到第1名，哦，这个，他就是你们电视上看到就是这样，冲过去之后第1码。这些记者下一秒就包上去，哦，这个是我趁他还没被包之前有录到这个东西。这一站就是他的那个眼镜有什么鼻梁啊，那个东西啊，3D 列印的啊，就是在炒这件事情。对，我那时候应该要离近一点，不过没办法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。第6站，好，第6站。菲利普森他拿到老2很不爽，那我在这个洗发精车队的队巴，我要等马蒂芬德波，一堆记者，其实他们都在等菲利普森，要采访菲利普森，菲利普森就很不爽，他就不出来采访，所以我不是很欣赏他。你拿第2就不给采访，那怎么办？哦，那这个应该是菲利普森的老婆，就是去一直安慰他，类似啊，一直在跑上跑下，然后车上一直传出来，好骂脏话，真的你都听得到，好，车上菲利森，所以我认为，对他可能比较没有丰富一点，所以我不是很欣赏他。因为外面的记者，包含乡民帮我在等，然后他最后都不出来，我就派他们经理来随便来讲几句话。哦，直说的可以看到这个。好，第7哎，这个明天我会在台中约起。我跟马蒂芬德波约起过，你们跟我约起的，你们跟马蒂芬德波。对，这个第7站计时站，哦，计时站就有很多出头可以搞。之前我也不知道会这样搞啊，哦，反正就是有。那在前一晚我行李箱弄丢嘛，那黄仁勋有讲一句话，我觉得蛮不错，就是你要学会忘记。你行李箱弄丢你就忘记了，你也得赶快做下一件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忘记它，好，赶快给下一个行程或继续工作。这马蒂芬德波，好 ，Canyon 计时车，然后这是他，对。等一下我会讲到底要怎么跟他们约起。哥们，绿衫，好，绿色的，好，绿衫，好，他们车队约起。汤皮卡，他后来退赛，他是第9站的第2名，哦，就是那个白沙站他第2名，哦，他后来退赛，皮卡，他那时候刚好在热身，哦，要全力才吸得住他哦，全力哦。马蒂芬德波已经骑完了，所以他轻松骑，说来轻松。这个汤皮卡，我真的是全力哦才吸得住他。好，36号。36号汤皮卡，那怎么约起？哦，这是计时站路线，这是对巴，这是终点。哦，所以他们计时站在骑到终点。那他们终点一定要回对巴，回对巴呢，有的用载的，有的用骑的。哦，你自己骑回对巴，像马蒂芬德波就自己骑回对巴，就库尔道嘛。这一段，我们看到这一段没有管制，红色这条线。哦，瓮中捉鳖。就在这边哦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所以这个叫我们发挥我们台湾的人的小聪明哦，因为我们合法嘛，合情合理合法。你这一段当然我们不能骑嘛，你那边硬骑，你绝对是会被抓走，会被 biang biang。那个警察全部都荷枪实弹，不行。为了身边，那你这一段 OK 吧？哦，这一段没有管制，所以他们会从那边骑过来。对，我当然现场观察，哎呦，你们都这样骑，那我在那边涂。那有的人呢，像汤皮卡呢，他会骑出去热身。因为可能要训练来热身，比较没有效果，所以他们会有看人呐，要骑去热身。哎呦，哎，这个东西，这什么农作物？哎，我都讲葡萄啦，葡萄园，好，这边种很多葡萄园。
好，在葡萄园骑车蛮舒服，蛮好玩的，很好玩。哦，反正我在等的时候，我就在这边一直骑啊，那边一直骑，骑了2小时的，坐了2小时的课表，很舒服，很好玩。那车没这么多。哦，第7站，哦 ，Renko Available， 哦，这就是他们计时的路线。哦，这是葡萄园嘛？哦，这是计时路线。哎，小蓝车衣在那边。哦，小蓝车衣。因为他现在被那个 Jonas 签过名了，等一下你们可以看。哦，他被 Jonas 签过名了，所以我们把它供在那里。哦，计时赛其实蛮好看的，因为你在那边等，然后选手一直来。哦，你有那个出赛名单，你就可以看选手一直来。哦，你可以现场感受到选手那个风，那真的是很好玩。包含他 Renko Available 世界计时冠军吹过来的风。好，第8站。啊 ，Cavendish 是在这边拿下第，是这边。哦，对，好，反正这第8站，那不是啊，这说错了，这不是在这边，应该不是在这边，说错了，这个写错了，他不在这边，应该在第5站就拿到。哦，这个是近距离看到那个 Jonas。哦，反正我的做法是这样，这是平路冲刺，我就不在那边等，不在终点跟人家挤，因为选手一来。他们要骑回对巴，我认为我在那边看，哦，就可以看到他们慢慢的骑回对巴。哦，他们像比如说他在那边喝不知道喝什么东西，骑完之后，当然他们助理就要赶快递东西给他，就可以。然后，哎，你好，这个是什么动物？这个黄黄的。小麦啊。好，小麦知道。哦，小麦下跌时手中没有小麦的人。下一句，小麦上涨时手中也不会有小麦。哦，来，第8站赛后会有音乐会。哦，这个我之前线动就有。哦，这个音乐会蛮好听的。哦，你们几个人？这是当地的表演啊，我留在那边，我就可以听，因为我那天好像是我是选择隔天再移动的。哦，那天刚好有个剧。哦，这个音乐蛮好听的。之后有一天会把这个音乐演奏放出来。哦，第9站它就是起点跟终点一样，所以他们起点都有这个车队介绍。哦。这个黄色是谁？普卡恰。对，普卡恰 ，Pogi，他们都加了普卡恰 Pogi。啊，终点介绍就，哦，多了。来，这个第9站，这个因为起点终点都在同一个城市，那个就是万头窜动人山人海，就这么多人。哦，这就是选手，这么多人，这超多人，多到我们无法想象，一个脚踏车比赛可以这么多人。哦，那休息日第一个休息日嘛，那我就洗脚是在附近晃晃。那这个附近的湖很漂亮。然后遇到休息日在打龙溜的时候，遇到有华山队在练习。好，第10站，哦，这个右边这个是 Jonas Vingegaard 嘛，左边这是汤马斯小火车。哦，他们2个哦。约起来，哦，所以就是我认为人没这么多的时候，就是你可以趁这个时候哦靠近选手嘛，包含甚至就是约起来，哦，利用这一段，当然还是要小心安全啊。好，汤马斯小火车3项，汤马斯小火车听过吗？听过。Geraint Thomas， 哦，他也拿过环法黄山呢，有拿过1年的样子。哦，这是Jonas踩训练台。哦，当然就会去看。哦，他们骑完都会这样。好，第11站 Renko， 这是陆协哥，因为 Renko 他都要等颁奖，他真的叫白山的颁奖，颁奖完他骑回去，看到？哦，第11站那个 Jonas 在这边拿着单梯，他跟那个普卡恰样子纠缠，他就靠在。这个是一只狗仔，对，他那边吃东西，因为他等颁奖嘛，然后没有上对巴，就用小车刚好被我堵到，哦，过去了就这样，对，哦，第12站这边拿到签名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Jonas Vingegaard就是帮我签名，因为那时候我拿衣服给他，他叫我这个做的要怎么签，他叫我把车衣弄好。我还拿个纸板呐，纸板的衣服，然后拿给他，但我没空，没有手弄摄影机嘛，
啊，所以我摄影就随便弄。看到这个疤，这个疤应该是就是他今年摔车的疤，就这么近啊，应该这么近。Jonas 他的流程大概是这样：洗完踩训练台，踩完训练台接受访问，接受访问完心情好就会帮车迷签名。好，当然我就运气好，他不一定每站啊，可是他如果运气好，他就帮车迷签名。那我就刚好那次，还好有准备。对，那我对那时候没有跟他比啊。好，那我们国小都学过嘛，你没让你跟隔壁同学借嘛，一堆人在那边借，对，就他会先帮别人签嘛，那说那帮我签，他那不会说笔还你按你的笔嘞，他不会嘛，他就拿那支笔一直签，签完之后然后再还他。对，所以反正那时候我还没拿到笔，反正事后证明也只剩这次机会，因为后来就没有，后来不一定都拿得到，所以这是拿到Jonas的签名。好，另一个给我背一下。好，回去再背了，好背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明天台中场我还是要考试啊。是。明天台中场是小熊嘛？对。小熊要背，小熊要背一下。在那边。小熊背一下第13站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啦，这个是13站，我刚好有录到洗澡要怎么洗？就是去高速公路，你去高速公路要怎么洗？你就是拿你的汽车钥匙给他，我们觉得我要洗澡，你拿汽车钥匙跟他换浴室钥匙，钥匙换钥匙，就这样，对，就可以洗澡，不用钱，只是有时候要等，因为不是你要洗嘛，要等，就只能等了，至少有得洗，有热水可以洗。第13站，这张照片的重点是哪里？这个女孩子吗？重点是后面这个菲利斯。菲利森在那边开舞，菲利森因为他副将是马蒂·温德波太强，他在那，后来他好像拿了3站的样子，对，3站，拿3个，好，第14站，又再遇到是弟弟 Sam 的，高三就遇到他，就遇到弟弟，这个14站。我认为环法是今年14站就结束，大家都当然这是事后诸葛嘛，可是14站我们就知道那个实力就Jonas跟 Poggi 的实力就看得出来，我们骑脚在骑久都知道，就看出来，10站结束。霹雳牛13迈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很多VINGEGAL， 然后包含丹麦的国旗。有一国的国旗跟这个也很像，好像是有蓝色的样子。芬兰啊，那我一看到芬兰的，我以为他们是音乐国的车迷啊。反正你就是看那个国的国旗，一堆人如果拿着丹麦国旗，你就说 Jonas， 他们就会笑。那普卡恰是哪里？斯洛文尼亚。你看到斯洛文尼亚来，你这 Poggi， 他们就笑，很好，一下子聊起来，很好聊。对，看他谁拿什么国旗。法国的话，也许你就是8点嘛，8点，他们就跟你疯了。这张照片的重点绝对不是这个穿内裤的，他们也会有的车。然后高山站反正就是露营车嘛，他们就前一晚或甚至前2晚就来睡，就会在这边。然后呢，这第15站还是高山站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带着一双鞋子，一双拖鞋，我就不用带。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带拖鞋？因为他不会赤脚走路嘛，我就不用带啊。他就是因为呢骑到坡顶要走路要看比赛，要带拖鞋。然后这个是意大利国旗，所以他是意大利人，然后还带了个面包。坡顶终点都会有补给啊，坡顶不要在一半啊，一半就没有补给，一半你要跟人家要，你在坡顶终点都有补给。这什么国旗？爱尔兰吧？是吗？对吧？是爱尔兰国旗。爱尔兰国旗。不好意思，不是因为欧洲的国旗说在我搞不太懂，对欧洲，对，因为欧洲说在我不熟。这次出发去法国前，我去银行，我就说，小姐，我要换发廊。就说没有发廊了，是欧元。发廊。因为我们对欧洲都不熟。所以我是人生第一次去欧洲嘛，而且又不是旅行，又是要看环法。不过我们
靠反应取胜，还是可以顺利追尾。好，这第15站看出去，这些汽车都是大会的工作车辆。我的判断，为了环法出动的汽车绝对超过1000辆，绝对超过1000辆，很多其实他们汽车都是贴纸嘛，所以当我移动，我开汽车移动的时候，我只要开到这条路一直有环法的工作车，我就知道没有开错。哦，我就这样，太多了。哦，这个工作车，甚至他们有些环法的露营车，环法好给工作人员睡。哦，包含他们也会处理工作人员车拉车，他们有他们的那一套。哦，这个就是说，你不要想说你的汽车可以停在这边，这不可能。哦，除非你前2晚就来，哦，也还有机会。你前1晚，然后当天上去不可能的，你上不去。哦，所以我们要靠骑脚车来移动。好，第二个休息日，我就是骑到某个城堡笼里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骑上去，我就可以看到好像中古世纪的感觉。他们有人在介绍，在讲一些东西，我也听不懂，反正我就坐在那边混。第16站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选手怎么跟小孩相聚，就是只能利用到站的时候，跟小孩，只能利用这个时间了，然后弄一弄，那边就走了，然后他们就要继续工作。这是那个 Young Bovisma 车队的拉破，应该是5号。好，第16站。那有时候呢他会骑脚踏车到饭店，因为太近了。对他有时候哦，因为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有没有看到？超线。管他，这没办法，就说啊，那我们不要去跟他骑，那你就没有嘛。对，好，对。那这时候要怎么弄？判断你不要傻在远远的地方跟他骑，你看到Jonas背的背包，你就知道你要判断他的动线啊，他一定会走这一条啊。你不要在另外一边啊，那你在这边等啊，好，等他请君入瓮嘛，瓮中捉鳖嘛，好，被挡一下也没办法嘛。好，这个灯这个是什么山？红点山。所以Jonas是登山王吗？是啊。为什么？被干掉了。不是，他带穿。带穿了。你都没在看，他带穿。这时候的登山王是 Pogačar， 哦，他只是登山点是第2名。那 Pogačar已经穿了黄衫，所以他要带穿。哦，这是有的带穿的概念。哦，他不是真正的登山，有的登山王又是真正的登山王。哦，这个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很熟。对，叶红要熟一点。不好意思。他是带穿的，他带穿。然后后来登上的是 Carapaz 嘛 ，Carapaz 那就真正的货真价实，知道吧 ？Carapaz 是，我看起来是不太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 Carapaz 这个是第17站 ，Carapaz 就赢到生涯首胜。哦，这也是在发生他 finish。这第1站，那弄完之后我要骑回原来的地方。哦，这很漂亮。这个是回到阿尔卑斯山，那当然你会遇到一些车友。哦，遇到车友就可以聊天拉一下。好，第18站，这个是 Kwiatkowski， 这个我一直不会念 Kwiatkowski。啊，对，这是伊涅斯车队的。对，他曾经也是世界冠军。对，我本来以为他会赢。可是看起来应该是年纪到，就是他那一站是三人逃脱小组嘛，我本来以为他会赢，哦，他后来他就第3嘛，就怎么样？那一站的冠军就是那一站冠军有人记得吗？好像就是1小时纪录的，曾经是1小时纪录的人。哦，第18站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还是得用洗澡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确定？可以的。暗的可以吗？可以。对，要有那个决心。要那个我可以带灯去就好了。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不是，你要说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对，这没办法，因为他移动他又没有高速公路了。这18站那19站没有高速公路，所以我们还是得洗。结果一洗下去不得了，洗上瘾了。因为我想说，阿尔卑斯山脉的山泉水，好舒服啊。对，甜啊。对，那都是雪水融化，很冷啊，很冰哦。来，19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妈妈拉着一个小孩，这又再做一个拉2个小孩，哦，好猛很猛啊！对，法国人他们很会拉哦，就是他们都有这种线哦，
拉小孩爬坡的时候，下坡的时候会对调，下坡的时候是小孩在前面，大人在后面；上坡的时候是都大人在前面，小孩在后面。奇怪都不会摔车呢，我没看过摔车。对，这个很奇怪，很厉害。反正这个拉绳子对他们也很正常，就是让小孩，对吧？想想干嘛？想想。哦，这我们对，哦，就是会这样拉。这个是第19站，我就骑到那个法国跟意大利这边去。哦，这是女车友，哦，很厉害。对我憋咬，我用了全力才能憋咬住它。我们可以骑到法国跟意大利的边境。那这边境没有管制，就随便你翻弄。所以很多人就会从意大利骑来法国看，这第19站的时候。哦，我朋友。看得懂，知道吗？不认识。那这车龄短的不认识，哦，车龄够长的应该就认识他，看得懂。就是说我 FB 有讲嘛，你们现在怎么看普卡乔，就是我们当年怎么看得懂，哦，就是看得懂。哎，他看得懂，他现在有开始做生意嘛，卖车件。当天就遇到他，他都会比赛就会在终点晃来晃去。哦，所以你没看到我这个笑是真心的微笑，因为我这是真的是我当年的偶像，真的。当年没想到我这次可以跟他近距离遇到。来，约起来。哎，这是我骑脚踏车约起哦。好，怎么跟普卡乔约起？就很简单，就 Poggy 他们都叫 Poggy， 他一定会从颁奖台骑脚踏车回到队吧，这就是他一定会这样做这件事情。那你只要在这个动线守他就好了嘛。你脚踏车牵好嘛，而且是你看他远远他黄色衣服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录影机看下去，你就慢慢的晃，他就一定会刷你卡。对啊，因为路是大家的嘛，对，他就一定会从你旁边刷过卡。哦，对，所以他都穿布鞋，因为他颁奖完的时候是穿布鞋。哦，那他为什么骑计时车？就是很简单嘛，他只能利用那个时间熟悉计时车的设定。好，看起来，所以你看他第20站，我已经搞了好几站了啦。你看他这样搞，你就知道他第21站一定会骑计时车。哦，不会骑公路车，因为它就是要熟悉计时车的设定这样。我这台计时车70-80万，应该50万应该买不起来，你要70-80万，因为全部都是最顶尖的东西，真正要100万。那第21站，这个是我 FB 的 po 的，当然就是整个环法最后的一张照片，因为它过了就过了嘛，过了就结束了嘛。这是 po 片哦，这个一样就是在路边走。然后尼斯的时候就到处都在开派对，哦，真的，法国人就这样，就很爱开派对。好，心得是什么？我写了什么心得？哦，环法值得我们去现场看吗？我们看看我写的什么。哦，如果棒球的世界大赛有免费门票，值得我们去现场看吗？哦，这个我反问啦。哦，我们问题是环法值得我们去现场看，那现在棒球世界大赛免费门票你要去看吗？哦，你给讲哎，哦。NBA 的总冠军赛有免费门票，值得我们去看吗？哦，给够了。哦，所以当然是值得嘛，因为这个就不用门票啊。棒球世界大赛跟 NBA 总冠军赛你还要门票，这不用门票，当然我们值得啊。哦，然后呢，我们单车迷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说，篮球迷他们没办法去碰到。棒球迷他们没办法去碰到世界上最顶尖的选手，你现在要去摸大谷翔平，你怎么摸？你摸不了就不可能嘛。哦，你要去哪里让这被管死死？你要怎么摸 ？Curry、LeBron James 还是谁？要不可能嘛？那我们 Poggy 就可以啊。对啊，这我们的优势啊。好，那你棒球迷，你有可能会跟大谷翔平玩 catch ball 吗？好，这个是我儿子教我的。这叫 catch ball， 为什么？这是日文 catch ball 就不可能嘛。可是我们可以跟朋友就约骑嘛，就是约骑10公尺内也是约骑啊。跟马丁·班德波世界冠军约骑也是约骑。哦，有趣就有机会。哦，所以我们单车只要到现场，一定都有机会，会有很多意外，不是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哦，当然有时间跟有钱是确定是值得我们去的。哦。那当然，我有讲过，我也跟林哥狗聊过天嘛。啊，这我第2讲。对，就那天聊天是讲，就是说，我说这样，我预期他不理我，对吧？他就说，
hope good luck today， 我希望明天状况很好。对，我说刚刚我讲说明天高三真的加油，他说我希望明天状况很好。他真的就这样回我，有录影录到之后再剪出来。然后还有什么心得？小我们这看完之后，我们当然心得，我们先看我们自己要怎样。当然，我们人生必做清单，那就是带自己的脚踏去追环法认真战嘛，这是我们小我，这是我常讲的事情。当然我们如果再看广一点是这样，大我是这样。这是我还是希望这样，一定会有小孩喜欢环法21站，我很想看到，你想吗？想。不够决心啊！当然我们都希望嘛，因为你比如说你10年前，你跟我们说，有一个斯洛维尼亚会主宰整个单车世界，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嘛。我们刚刚知道斯洛维尼亚是什么东西，就10年前没有想到，对，会出一个天才少年，这都是我们都可以去做梦，那到底要怎么做？就是说台湾小孩喜欢环法21站，这到底要怎么弄？我的判断是这样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再封单身，就是继续封，再封就对了。你们现在这封都不是封，都跟他们比起来差多了，跟法国比起来差多了。当你很疯，你家人不谅解你的话，你就要跟他们讲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出来。对，但我们疯呢，当然要游走在法律边缘，不要犯法，可是可以游走在法律边缘。怎么封？来，封到假设这是环台车的脚板上，假设这是环台车台北市站，可以做到这样子，那基本上就差不多会有台湾小孩骑进环法。我的判断是这样，因为够疯了嘛。这个疯到什么程度？这个疯到我都站在垃圾桶上，这我站在垃圾桶，这我站在垃圾桶上，垃圾桶上才拍得到啊！但那万头吹都挤不上去啊！垃圾桶上，就是他们会有这，那他们当然他们经历了100年历史，那我们毕竟反正有风有机会，那他们100年历史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，我们就去学习。心得是什么？还有心得支持 Stan Collection 的支持球迷，对。如果大家明年还想看我去环法的话，至少我希望明年还可以去，就是当然需要更多资源那你们支持 Stan Collection 就得支持球迷那明年呢，我就会想带燕红去了，当然啦，对不对？有燕红去。当然，你们都可以安排，照我的安排去都可以，一定没办法21站啊，也许最后几站，再说。那明天想带燕红去哪里？巴黎或巴黎。频道有做起来就去巴黎，没做起来我们就去巴黎巴黎练习啦。欧洲或泸州或潮州。对，就看我们的结果是怎样。那就今天谢谢大家参与谢谢。这个奖品这个奖品我只有一点卑微的要求，就是不要拿去二手去卖了，拜托啦，不要这样啦，不要让我在二手去看到啦，黑市嘛，不要啦，3分钟，不要啦，我们留着当纪念啦，对不对？说实在的，这个水壶我拿来回来卖500，我相信应该也卖得出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不是赚钱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大穿过了吗？穿过了。疯子怎么还可以？来，我们先陆续抽，不然要抽到晚上6点。快点！等下抽一个，再抽一个。好，这个小猫对？对。小猫，来41号。41号在吗？41号。好，我们是红点3的 T 恤，那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去环法现场，这跟垃圾一样。说好讲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你们就要去环法现场，就很好捡，你知道吗？
因为他这一堆你就一直拿，哦，真的是跟垃圾一样。来，红点3。3号。2024年环法现场观赛分享会的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2025年再见。